双剑的，这个你要跟人家抢哦。对，很多会被阿给阿骂抢。对啊，他们都会讲。我跟你讲，风水很重要。就来台湾就回，还没来台湾还有一下子。没有 ，I fall in love with Taiwan, not you. 哦 After. 影片开始之前，要帮我们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来个啾！频道会员全面优化，欢迎加入贝果果，耶！我们跟你一样，在有限的预算下，想要一个可以拥有无限梦想的家，所以我们四处拍摄，卡贝开房间，让家的样子在我们心里慢慢成型。期许我们都能够一步一步，直到梦想实现。Knock knock knock， 法文是什么 ？Hello，Bonjour，Bonjour，Bonjour，我只会讲这个法文。C'est la vie，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集卡贝开房间。耶！今天的欧组是 Donny， 还有 Henry。Donny 跟亨利是我们的好朋友，而且不只是好朋友，我们很多影片都是由 Donny 来操刀的，就连贝拉的 MV 都是 Donny 操刀的。对，而且我们就是在这边拍的，对，不常直接借他们家，省超级省钱。然后 Henry 也很厉害，来自法国的亨利，他可在台湾待了9年还是10年？9年呢？9年。我昨天在看，昨天我们看台湾真的就9。我的 visa 是9年 ，July 7，2019。July 7，2017。7月7号。其实我们算数都是蛮差的，真的是。anyway 就是9年。Henry 他不只是模特，他现在也是家具设计师哦。那他们家虽然是租的，但他们家有超多很特别的东西，不只是可能是 Henry 自己手做的，有一些是捡来的，几乎都是捡的。我们很爱捡东西，我跟你说。他们捡的很厉害，你真的会哈，这是捡的。今年你们看新的家具品牌，周周物物，很多周周物的东西在他们家出现哦。对，可以一一跟大家介绍。中间这个过程可以好好逼问他们这些技巧啊，这些心法，然后还有他们家住在大英区有什么感受，大家看到之后哦。好 ，Go！快速导览，这边是我们的玄关区，我们的 Final Tour， 然后我们的沙发，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餐厅跟我的工作区，在这里。对，那个 NONO 区、阿妈区 ，NONO 的阿妈区。法国阿妈养的狗狗，法国阿妈。Welcome to the new time. Welcome to our own time. 走，我们去厨房。这边是我的木工区，之前的做木工。厨房，对，然后我们自己 DIY 的厨房，然后我们洗衣服、晒衣服就会在这边。OK， 然后我们去房间。Welcome to our very big bedroom。哦，超大的 bedroom， 比客厅还要大的房间。这边是另外一个办公区，但我不太喜欢在这边，因为太阳会。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杂物区，没有，杂物区在这边，真的很赤裸哎。其实我们的更衣间就是我们的衣服都挂在这边，对，很 messy。每个家都需要一个 messy room， 真的需要，是不是很重要？我们有一间，我们有，就需要了，需要。然后再来我们的厕所，我们的厕所，哦，很漂亮，也很舒服。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没错，对。Henry 自己的很大的兴趣就是他很爱看国外的 YouTuber， 然后各种装修、各种装潢城堡 ，anything。我就 spend 很多time都在看这种东西，几乎都是自学的。其实我们在法国都是这样子，因为请专业来就太贵了，所以大家都是自己做自己 DIY， 然后就慢慢做的。就是台湾没有其他朋友会这样。我们其实这个柱子我们做了2次，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 concrete 的比例不对，我们有那个什么材质啊？这个是水泥混一些沙石。那你们去哪里找水泥啊？我们去水泥粉，那种建材行的水泥粉。对，然后是水泥
你跟石头跟沙子，然后我们选那个沙子是比较米色，所以它可以做这个颜色的位置。然后这个是用木头，然后我们用那个补体，因为我喜欢就是很多洞很多。对对对，你说补土吗？补土P 土，然后就上一个 varnish 什么什么的。做完了这个之后就觉得，这个镜子好像也可以来换一下，因为其实这边 Henry 有时候帮人家剪头发。因为 Henry 之前剪过发，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在那边过多久，不知道。对，我的剪头发的地方都在这边剪。而且因为这边又是黑胶区，对，Henry 超级喜欢收集黑胶，而且我觉得贝拉会听黑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真的吗？是吧 ？Really？ 算是吧。对，家就很喜欢满满的黑胶。小时候我都会去，就是找利利可可的那个黑胶。对，所以我很喜欢，就是买黑胶是 for 我的回忆。就这样子，我会觉得哇，我小时候很喜欢听这些。看这边满满的很多黑胶，对啊，我只有一个。Beyonce。哦，好漂亮，这是马的。这个黑胶的柜子该不会是你们做的吧？对，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家里去做的，我们2个一起做的。我很喜欢二手的，所以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在法国买的，我们今年去法国的跳蚤市场买的，挖到的宝。对我那时候一看到这个颜色，我就觉得说太适合我家的那个，真的太适合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古董，在法国的，我们进来的。Henry 跟 Dolly 家很厉害，就他们有很多氛围灯，因为他们其实屋顶是有就是一般人照来看灯，但是他们几乎从来不开。我觉得这是个人喜好，因为我就是不喜欢那种白灯。有2个东西在这里是气氛灯跟蜡烛，你放一个蜡烛在这里就有那个味道。我还记得很久以前我还有这个蜡烛，你一进去我们家可能我是点这个蜡烛，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有捡回去这个蜡烛，你一进去就说。这是这个味道，对，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味道。对，所以蜡烛很重要。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做的，跟这个，其实你用这块木头，我把分2片。其实这黑胶机是我们圣诞节送他的礼物。然后那时候觉得已经有好的黑胶机了，那就要有好的喇叭，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在投资这个喇叭。然后买了这个喇叭就觉得说，如果放在地下，其实那个 bass 这样震，邻居会抗议，所以他就决定他自己把它架高。所以其实这个架子你们看到的是他自己另外做的，对，很漂亮，而且还有金属。这个是很重要，它会有那个很。尖尖的那个部分，所以那个 sound 那个 bass 不会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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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这个上色其实是用咖啡上色的，天然植物染，天然的，对。真的学到一招，完全不知道。真的用咖啡，然后你可能用2层，对吗？2、3层，对。我们不会去想说要把这边变成那种系统柜或者什么的，我们是喜欢家具可以是家具，然后一个，然后收集成自己想要组装起来，像个拼图那样。但其实我蛮想换我们家，真的吗？我是觉得就是我是蛮喜欢现在就是很多颜色 pop color， 更多颜色。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现在会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想我们家都是暖色系，就是我们在5年前的时候我才搬进来跟他一起住，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家里其实就颜色很多。以前 Henry 刚搬进来的时候是空屋，对，全部都是空，除了冷气、天花板的灯，然后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点一滴这样子弄起来的。你们看这个电视，我觉得很不漂亮，我不喜欢电视。对，这个很便宜。现在很红我看到很多电视专门在卖。现在对那个 LG 是 Samsung， 这个我花没有60块吧，所以你去木工的那个shop，你请他们，你就帮你切斜角，对，帮你切。去哪里买这些木头的啊？我们都是那种建材行。这个我觉得蛮酷的，你们知道这个了？变香，这很不好看，对不对？很丑。那我把那个框放进去，就这样子，就看不到它。这个桌子也是，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是有那个，就是可以木栈板。去哪里找木栈板？其实几乎 everywhere 有。你说路上捡吗？路上捡的。到底哪里可以捡那么多？只要你一打开那个天线那个意识，你就会开始在路上随处可见很多要捡的。这个要跟人家抢哦。对，很多会被阿伯阿嬷抢。对啊，他们都会抢。然后再来的话是我非常爱的沙发，因为它是 IKEA 的，然后它很便宜，它才15000，然后反正它就是可以拉开来。它是沙发床，它就变沙发床。哦，来你们家那么多次，第一次看到它。对，然后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家一直都是我喜欢米色系，可是其实这个沙发一开始是这个颜色。对，所以那时候我都一直觉得我们家里太不和谐了。结果我们就在淘宝，就看到有人在卖这个单纯的沙发套。它尺寸一模一样吗？一样，他专门为这个 IKEA 做沙发套。对，真的。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看到不喜欢的东西，你其实只要再多
花一点心思，搞不好就可以把它变出另外一种。吸引力法则，我觉得家具有时候也真的是个缘分，真的是缘分，跟你们两个人缘分一样，跟我们认识是缘分一样。对，再来的话，我很引以为傲的就是这个地方。我之前是一个完全不会想要去捡家具的人，因为我觉得它是别人丢破烂的地方。我来到这边之后，我认识 Henry 才发现，其实你认真发现很多物件都可以改造一下，就变得很美。就是发现这个它是麻将桌。他认真本来是麻将桌吗？真的，这个是你说的啊，这很棒。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哦，哇啦，刚刚好一个然后你就可麻将以这样打打麻将。对，只是因为它是二手的，然后被淋过雨，所以它会泡泡，所以其实打麻将会 K。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很常打。然后打麻将铺个垫子就好了。对，我那时候就是工作一下班哦，看到那个社区有人放了这张，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我说 baby， 我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桌子，你要不要来？赶快5分钟内。然后因为我的旁边同时有阿伯阿姨，都在那边经过，对，他就慢一点，阿伯就来。我就故意做这个姿势，然后讲电话。你假装是你的，是不是？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它是可以这样打开的哦，等他搬回家才发现，原来可以 extend。Amazing。原本是更浅的木色，因为我最近很想有那个颜色，然后这个是在法国二手的 market 买到，那是意大利的一个 designer 做出来的，很漂亮。我们在欧洲买这个真的很便宜，40块元就是1件2。我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财位。没有，是植物，植物我们植物养得很好，我们植物一直挂，一直挂。你要有花心思顾之外，阳光很重要。对，然后阳光还是挂的差不多。这是人的问题。那时候跟 Henry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一进来也是下午的这个时候，我一进来就是这种阳光明媚的时候，他会这样洒进来，全部都是绿意盎然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太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空间最有能量的一个地方，就是要有阳光跟空气。所以把自己的家弄得非常漂亮，然后你约会基本上100%就会中，会成，是这样。会成。有一次我还记得，我跟我爸爸妈妈我们喝酒，然后我们隔天宿醉，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我跟我爸爸从10分钟走路的那个地方，拿这个柜子那么热，爸爸跟爸爸我不行了，我快要死掉了。爸爸也很流汗，也很不行，因为他也喝酒。他说没关系，这个太漂亮，带回家。而且爸爸有坚持，对，他这个柜子其实是人家那种养红鱼的，是吗？的鱼缸的那种，红龙之类的，对，红龙的那种，它是一个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子的鱼缸。我都不知道这个，它其实是，你怎么知道是？我看很多形状，你刚刚是猜的，怕他没有东西可以讲，我一定要讲这个，不然。我养过它，孔雀木，没错 ，That's right。我养的死掉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很多人说，如果你想让大家觉得你很会种植物，所以死掉的一个，没有人会看到，所以你买更多，所以你不会看到。可是死掉很多怎么办？这个是你大的问题。应该是什么？这个是 Henry 送给我们的话，发我的无意。无意是什么意思 ？Yes， 这个是我也是在 Instagram 看到那个 KOL 进球，刚好我们都知道这边那个太阳都会进来，然后你们看这里的样子。很美，劳斯莱斯的那个很漂亮耶！我跟你们讲，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然后因为我相信冥冥之中的力量，只要你相信就会实现。家里的45度角一直来是一个财位，我有自己一个财位区。我们以前的话是只有凳子 ，IKEA 的那种木头的那种板凳放在这边。算是 Henry 特别帮你做了一个财位桌吗？就是感觉有赚钱来，可是感觉不扎实、不稳固。然后后来他就说，好，他就用水管做了这个财位。后来就是有去卖食材的地方买这个石头。其实这样台湾好像自己要做 DIY 不难的，不难，台湾超级难。只是大家都懒吧？什么食材行、木材行，我从来没听过。你要去传统的哪一些地方可以找到更多东西？你要买水泥，你要买一些木头，你就打建材行，那种 local shop 就会有很多小东西，而且有时候你给它把弄一下就可以卖。我们现在拍了3个房子，对，都有财位，都超级 care 风水。我跟你讲，风水很重要。颂钵跟风水是有关系的，其实没关系，但是净化能量。Welcome to room。我很喜欢这间房子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是都有窗户在每个空间。我很喜欢我们这间房间，它是西晒，很多人不喜欢西晒，可是我反而很爱西晒的房子。
Harry 喜欢吗？我超爱的，超爱的。因为西晒的时候，你才是人最清醒的时候被晒进来。可是如果有些人喜欢东边，就会是早上晒太阳。我想一下，你等一下大概5、6点这边会全部都很那边都会有很漂亮。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你们有哪个家具是有买的哦。有这个镜子，对，淘宝买的，这个镜子是淘宝买的。我很喜欢这个淘宝的那个的镜子，然后就是淘宝的镜子。一个 big mirror 在这里很重要，对啊，真的很重要。我是觉得会让空间有点变大的感觉。刚刚 Harry 有说到这个支架，你是剪上面这一片？对，它是其实外面的那个 table， 你看它还可以放那个 umbrella， 是阳伞的，对，户外的，它是户外的。我去 IKEA 买这个。这个是300块的。我要帮大家问到底要怎么样在路上捡到东西？就是打开觉察，那个回收的 company 教你，就是你要放在这个边边的区，然后要写 memo 说已通知清洁队来收。我们家的哪一区，我每天都会看。过年大扫除之后，中秋节或过年完，就是 big day， 他们都会放很多。Harry 已经完全懂那个我们亚洲人的习俗了。这个 chair 也是我们卖的，但是也是买2手的。但这个椅子看起来比较像剪的。这个也是剪的，很漂亮。没有，这个是尖的，然后我们就是油漆。这个是你们周屋的花瓶，这花瓶超美，我们自己有买。这个很漂亮，你们看。好几个月前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觉得很美。它真的很漂亮，因为它真是摆在任何空间下都很漂亮。它这个法国的品牌就是叫那个 Argo。然后它是用那个3D 联影的塑胶环把它用的。它的那个3D 联影反而有一个光泽漂亮的，就是纹路。台湾不是很爱地震吗？对。然后其实你这个稍微地震摔倒都不怕。周周屋的另外一个合伙人 Henry， 他就是在上海的时候看到这个，他发现这个牌子，然后就去接洽。所以在台湾，如果你们有喜欢，然后不想要等太久的话，都可以直接去我们周周的官网。而且我现在很期待你们的有一个双屏的网站，现在是不是可以预购？对，可以预购。这个是我们在周周屋买的，我们是买黑色的，也很漂亮的。它是丹麦设计师，是不是？是，它是 flame seal 的，而且你们看这个很轻，你们可以用那个塑胶就放的。我把这个它会，它基本上是无脑安装，你就是照它的那个说明书，然后就拼拼凑凑，就好了，就平衡起来。对，这些也是你们做的吗？对，毕竟这也是空屋嘛。我们家的东西，自从我住进来之后，发现真的不够。就是 Henry 那时候就是为了说想要做一个衣柜，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哪边还可以再做？衣柜也是自己做的。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他是先为了做了这个衣柜，才发现了这个角落不知道要干嘛，然后他才决定要放个层。这个很厉害，因为这个很善用空间。做了这衣柜就很可以打开，可以来看，不行。他们可以看到那边，所以因为你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要怎么自己做啊？我觉得我们家好像蛮需要的。来，我来帮你做。到时候麻烦了。因为这边就是我放那个钻孔，把螺丝卡进去。所以也是从那个木材行买木头。对，然后全部油漆，我油漆是油漆全部同一个颜色。其实你们仔细看我们的房间，我们不是白色的漆，我们有白色跟米色。我想要让整个房间的这一个区域是另外一个色，但是又不想要太冲突。自己的租屋你们就可以自己变换油漆的颜色，就会变换另一种氛围。然后有一个秘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必须要留一些你们的油漆。剩下的对对对，要补漆。这个很漂亮的桌子，这算是床边桌。我是觉得这个是都可以，你想要放任何地方都可以。对，这个是我们的品牌。我发现台湾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你现在买家具，你需要买一个好用的家具。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已经有那个 coffee table，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一个 coffee table， 可以放在这边，可以穿袜子，可以穿衣服什么，我很喜欢。这是周周屋的第一个设计的家具，而且主要是因为它是组合性的，所以你想要怎么变都可以。你们看，我们本来一开始是做这个凳子，这个凳子是我们第一个样品的，旁边我们都会用到。这边是空的，所以你可以放你的那个多你的 glasses 或是你的书，放在客厅也是一个凳子，可以坐在上面。而且很多人会说，很不稳定，但其实你看。超稳定的，是不是？是不是？我觉得最厉害是你有想到要把它藏起来，就这边是可以放的，可以拿。可是你这样一转，
我就看不到了。因为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还看得到。台湾最需要的是卫生纸，为什么一定要弄这么花？延长线也不好看啊。这个是不锈钢，这个边边收的很漂亮。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有不同的凳子的组合，所以你可以一个钢的，一个木头的，然后就可以放在一起。对，现在在周物上可以预购吗？都可以预购。有现货，但还是都是。现在有一间现货。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2个铁的，然后配一个木头。对，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是我们可以改这个桌板的颜色。这个是第2代、第3代、第4代。设计控会觉得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你看隔壁疙瘩，这是我的小 baby， 想了很久很久。因为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在这里买这种那么大的 big painting 的。这很重要，我觉得会更有那个氛围感。这个是我们2个自己做的，我们那时候贴胶带，然后再上色，这样就变成是有一个自己的温度的画。然后再来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是 Henry 做的这个床架，我们2个做主要是你啦，我就是装跟拍影片的时候。我们以前的床垫不是好重的，好重，真的很重。因为这个是一个床垫品牌，是台湾的品牌 Olive。然后我们那时候接了这个工作之后，它太大了，但我们的床架太小了，没有办法负荷。我们就找了些参考，然后 Henry 就决定好，那他就要做一个非常简易组装的。对，他就是可以这样子，你们看，因为都是用卡卡的。对，所以我们要搬家的话，其实很方便，这样摆拆叠，叭就可以搬。对，因为其实这个是午休时间到了。另外一个 Henry 说，这个会不会就是晃来晃去？但你们看，真的，做有点，好像有开的。它是很多排，所以它有点算是分散那个压力吧。没有，看起来稳吧。Welcome to the bathroom。没什么也要介绍，我们这个是一个租的空间，然后本来有另外一款镜子，没有很漂亮，然后我就去买这个，全部换一个氛围。本来是这个，也不会丑啦，不会丑啊，但就是不够，少了一个东西。其实你在 IKEA 买1000块或是2000块，就会有一个漂亮的镜子。现在应该还是有类似的原对啊，有时候就是换一个小小的细节，会把那个空间更漂亮的。而且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这个镜子跟外面的镜子其实是有达到的。是啊。最后你们的大露台，对，我很喜欢西晒的时候最棒。这个超有南法风情的，好像普罗旺斯哦。对，你在这边就可以拍一个夜配了。自动茶水器，你们看那个。自动茶水器。对，有这个关子。所以其实我的 garden 我都没有在找布，他自己找的。放在这里太舒服了。你要小心注意一下。但这边真的很漂亮，但其实台湾有一个大的问题是太热了，这个时间是最好，中秋节是最好，因为开始没有那么热。来看我的 OOTD。日本人。Welcome to the kitchen. Yeah. 我很爱我们家，但有个问题是，我们的厨房是在外面的。原本是没有厨房，是你们自己完全弄出来的。对，我想要厨房在里面，但没关系，我把这个当我们的厨房。然后我就是在 FB 看这个模板跟这个瓦斯炉在卖 ，FB 的有人在卖二手的，就是卖这样一组。我还用那个轮子。所以它可以搬，我们可以搬这样子。哦。对，他那时候是先做好这个，然后之后我们才换洗衣机。就换了洗衣机之后，发现说，这边有一个高度差，那就干脆把它延伸，然后才做了这个。然后做了这个之后，就又在 FB 又看到人家在卖二手的洗碗机，所以我们又买了这个洗碗机，然后又发现又更平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又要延到这里来。这个是我很爱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需要被保护，就是我们的那个 spice 什么的，所以我就去 cut 这个窗户，去买那个 window。因为其实 FB 很多二手社团，很多外国人其实只住一下下，可他们都买很好的家电，都是卖的很便宜，9000块。这个9000块，新的是2万多块。在常常滑社团，就跟你要不经意的在路上多多看看一样的道理。欢
哎，晶晶，巴拉巴拉，Cheers！ 那我们来聊一下 Henry 怎么当初会想来台湾发展呢？其实是蛮不小心来台湾的。我那时候是当模特，然后我的经纪人，法国的经纪人一直说要不要来台湾，你要不要来台湾？台湾是什么 ？Made in 台湾。那时候还没听过。就是 Made in 台湾而已。会觉得来台湾那么小的国家也不想要。然后说有一次就是我在韩国，然后我的合约结束，我要去香港，那我3个月都不知道要去哪。说好像可以来看看吧。在香港的朋友都是台湾人，而且这些台湾人很好对，到现在还是朋友，就来台湾就 fall in love。还没来台湾，还有一下子没有 I fall in love with 台湾 not you after 过了5年 fall in love with you 你本来不是住台中吗？你怎么会想来台北？我那时候来台北是纯粹是给自己一个放手一搏的机会吧。看了茉莉的 IG，然后那时候还在公开招实习生，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太想要了，因为我人类图是剑骨的声音，只要我这边很痒，那就是代表我要。然后就也很感谢遇到的这贵人，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走慢慢看。会遇到 Henry 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公司的拍摄就是要跟他接露台，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来到这边就有场刊啊，然后才第一次见到 Henry， 然后那时候我完全不敢跟他讲话。太帅了吗？不是他，对，帅是一回事，可是另外一回事是他是外国人，然后那时候我英文不好，然后我就拍了 IG 说谢谢 Henry 今天提供的场地，我们就在 IG 上面聊起来，然后就这样。那我刚刚问题是你有什么会来台北生活跟工作？讲你的爱情故事。那 Henry 喜欢台湾的什么地方？在 Asia， 它是一个中国那么多工作，跟 Japan 那么 serious， 那么 care， 对。然后我觉得台湾很 chill， 工作也蛮多。跟法国比起来，台湾算很 chill 吗？很 chill。法国不是更 chill 吗？没有，这个是你们看 Emily in Paris， 对，这是 Emily in Paris。我们不是很 chill， 但我们是的确在5点半就是下班去喝酒。没错，我是蛮喜欢大自然，然后我觉得哇，台湾的小路都有树，都有阿姨都放那个树在外面，都很绿。阿姨其实在占用公共道路。那你们现在怎么会想要选在大安区住啊？我没有特别的想要的一区，的确我的那个很厉害，因为你一选就选最贵的区了。就是我一直在看房子，我看了可能25个不一样的房子，然后连我的那个经纪人说，你现在也要 stop， 就是要赶快决定。你这边是台湾，你的那个 expectation 你不会找到。因为我的 expectation 有很多，我想要有阳台，我想要光线很好，我想要有一个房间跟一个客厅。对，你去看591，你觉得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我很喜欢，这个会是对了，你去就不好看。然后这个很妙，就是我的经纪人说，这边有一个家就是还没住，还没状况，这里是没有图片，他没有图片，但光线很好，有那个阳台。他说没有照片，我觉得很浪费我时间。他说没关系，我们先去看。我一进去这边，我不知道有另外一个房间，他说我要这个，这里就知道。因为我觉得哇，这个 window 那么大，光线那么好，我就说这个我要。对，他就是说他要了之后，结果他才发现原来这边还有一个房间呢。我就那么大。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其他客人，他们在楼下等。我跟那个房东说没关系，你请他们就回家，我现在就要了，完全是缘分。对，所以是大安区选择了你，不是你选择大安。Exactly， 这个房子对，这个房子选择。我相信这个事情。刚刚你说为什么我选这一区，但其实这一区真的很方便，是大安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你看晚上我们会最吵，因为这边真的很安静。因为我们是那一种就是大马路，我们中间，你不会觉得你在大安区住的很可怕的安静。可怕的安静也没有，可怕就是不能被吵到别人。对。那你觉得大安区有什么你们觉得不太方便的地方吗？大安区没有不方便的，都很方便。我们那时候看是去看比较远一点，因为我们扶不住这边这一区的那个。如果真的空间你要更大，有一个花园，真的你要开车，我们需要2台车子，然后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大安区，就是你什么地方去就20分钟就到了。而且你们跟房东把这边之后问他要不要卖。我们这边是22平，22平在外面，楼下是40平。
都是室内，所以其实楼下空间非常大，那很贵。对，所以这个真的买不起这个house。应该说很多人喜欢大安区，喜欢它的文化感。台北很早发展的，所以它很多书香气息。然后我就觉得退而求其次，我觉得新庄是真的还不错。那你们之后会想买房子吗？我真的想买房子，我真的想买房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最痛苦的一个部分。我们法国人就是不到30岁你一定买房子，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你要买房子，可能你需要准备最少3 million、5 million， 这个钱很多哎。我妹妹就买房子50平，她先准备2万欧元，台币才60几万而已，然后去银行借钱就可以买房子。所以你们看台湾就是很难哎。他是买巴黎吗？没有买里昂的这个 price。你说他卖掉吗 ？No， 真正成房屋交价的总价8 million， 25万欧元，大概800多万台币。那我们去法国买房子啊？我想买就是可能是葡萄牙。我人生的梦想清单，我是想要先去葡萄牙，因为很多人一直跟我说葡萄牙很棒很美，然后更 chill， 而且它要便宜。而且你在葡萄牙根本都还没去，我就已经想说在那边买房子。你在葡萄牙可以买 for like 7万欧元，248万台币。对，你可以买一个破破烂烂的 big apartment，然后这个是我最梦想的，然后可以自己 DIY， 让它很漂亮。那你们之后会想移居法国吗？还是比较想移居葡萄牙？我们想要就是离我父母比较近，然后就可以买比较大的空间。那我们以后跟你一起去好了。Let's go， 拜。把台湾房子卖掉，我们一起去法国。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开箱你法国的房子，说不定可以哦。好了，今天很谢谢东尼，没有，谢谢你，让我参观你的家，跟我聊那么多。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可以追踪 Henry 还有东尼的 IG 哦，还有周周五。谢谢你们。最后，我们也推荐我们的房仲还有室内设计师，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去加他们的 LINE 哦。最后想问大家，最喜欢这集咖啡开房间什么内容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哟。A. 地段周边的机能介绍 ，B. 软装布置的技巧 ，C. 屋主们的故事 ，D. 欢迎卡贝来开箱我们家，可以在资讯栏连结报名或是来信我们的 email 哦。有其他想法也欢迎留言和我们说哟。谢谢大家，拜拜。Merci beaucoup。Merci beaucoup。Merci beaucoup。这边算是我们的客厅跟我的工作区。对。这是餐厅吧？啊，对啊，对。那个才是客厅。我们要重来一次吗？好，再重来一次好了。